朋友们，星铁的2.1周年庆版本马上就要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拼命玩家的抽取建议。首先啊，上半下半的角色，上半呢分别是2.0版本的超级大 C 黄泉跟罗刹，下半呢新角色沙金跟老角色净流。咱们呢先来说一下上半的新角色黄泉，这个啊在前瞻直播里边啊，大家呢也是听到了策划们对于黄泉这个角色的评价，那就是强度还是强度，一个大招啊直接把游戏干闪退了，可见这个角色到底有多么的厉害。而且呢，这个机制啊也是牛逼，直接打破了回合制的限制，在地图里边1个亿怪物就没了。什么回合制，在黄泉面前啊，那都是一刀的事儿，而且可以连续斩，哈哈哈，斩不到敌人还不费秘籍点，太强了。而且不但是在大地图里边，哪怕是在模拟宇宙里边啊，甚至是新出现的这个模拟宇宙 DLC 环宇蝗灾啊、黄金与机械，你都可以用。浑身呢就透露着2个字：无敌。那黄泉这么强，是不是所有的玩家最好都抽一个呢？哎，也不是，我觉得有几种玩家啊可以考虑一下黄泉。第一呢，就是你是一个猛星玩家，迫切呢需要一个 C 来提高你整个队伍的强度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黄泉啊，不管呢是在地图里边还是在模拟宇宙里边，都能给你一个全新的体验。那对于老玩家就看你自己的体系了。如果说你现在手头上没有好用的雷 C， 或者说练度都不行，那么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黄泉。但如果说你有其他雷 C， 比如说卡夫卡都已经组成卡黑软货，练度也都非常高，那么黄泉呢就不是刚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罗刹，作为啊星铁的第一个限定丰饶角色，罗刹呢可以说到现在呀也是比较好用的。罗刹的优点呢也有很多，第一个就是它的被动奶不耗战绩点，且呢单体奶量也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版本的迭代呀，后续也出了很多的生存角色嘛，比如说咱们的Type C 傅璇和这个新进的这个丰饶奶妈霍霍，目前呢一个在高压环境当中表现非常良好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功能性比较足，回能解控，再加上这些角色的体系呢也是比较完整的，一个量子盾还有一个道特盾，这样一看的话，罗刹好像就是放到哪儿也可以，但是呢好像也不是最优解。所以你问我罗刹到底值不值得抽呢？我觉得啊，如果说你现在非常的缺生存角色，一个5星生存位都没有，那么罗刹你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但是啊，上半的卡池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新的4星奶妈加拉赫，加拉赫它的这个技能机制啊，我感觉跟罗刹蛮像的，而且大招呢还能给敌方上这个1场，给黄泉叠层。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池子里边抽黄泉，我觉得你多少也得捞几只加拉赫出来吧。我觉得也可以把加拉赫暂时当成一个罗刹的小平替去用了。然后呢，就是2.1卡池的下半，我们呢先来讲一下新的存护角色沙金小孔雀。其实啊，对于策划之前讲的闪避流沙金啊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但是后续呢改了，只能说可能这就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。现在的沙金啊，战绩可以全角色进行套盾，不属于我们这个火主只护的盾呢。沙金的这个护盾能看出来还是很长的，而且呢还可以通过挨打给自己叠层，叠满了之后呢就是一个追加攻击，盾用满了。用策划的话呢就是带着盾挨打可以就打出追击啊，对，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，对，套娃是吧？大招呢还能给敌人增加负面效果，然后呢给队友加爆伤。这么一算的话，好像也能给黄泉一起组队友，或者呢加入义父的追击队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但如果说你现在的生存位角色已经蛮多的了，而且呢你又没有练追击队，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先跳过了。然后呢就是这个净流照彻万川。作为1.0版本的超级大 C， 有这么几个优点。第一啊，养成容易，因为它有自拐大暴击，所以说你的仪器啊不倒对爆伤就行了，成本也低，灵命即可。再有条件的话，就弄个0+1，伤害已经很高了。星魂呢也只是增加一些伤害，并没有改变它本身的机制，所以说呢还是很适合拼命玩家的。但是啊，进入到2.0之后，如果说你还是奔着净流的强度想要去抽的话，那我只推荐抽新不抽旧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铁打的辅助，流水的 C 呢肯定是越新的越强。差别感的话我们就不用多说了，抽就完事儿了。老玩家想给净流补一个专务，我觉得也行。但是这个2.0黄泉的机制，我们一出来也看到啊，那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。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猜测一下，以后出的这些新 C 啊会是什么层次的。所以啊，整个2.1的抽卡建议啊，如果说你是萌新玩家的话，无脑抽黄泉就完事儿了。那如果说你是个老玩家，你就看自己的阵容，缺啥补啥。最后呢，我们就祝每一个点赞观众的朋友都能一发入魂，10连双黄，小保底不歪，每个人呢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。